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黄金舰队，马克们直呼万岁。白宫里，那位发型在大风中屹立不倒的大统领，刚刚给全世界整了一个史诗级的大活，不是加关税，也不是退群，而是他在海军建设上排出了一个足以让所有科幻小说家失业的计划——黄金舰队。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要把船都镀成金色的？虽然特朗普确实喜欢金碧辉煌的装修风格，但这个黄金指的是这支舰队的含金量，以及它那令人啧舌的预算规模，尤其是那个传说中的核心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你没听错，是战列舰。在21世纪，在航空母舰称霸海洋8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要复活大舰巨炮了。作为一名专业的军迷，我仔细研究了五角大楼里流出来的 PPT 和技术参数后，必须得说一句，虽然这事儿听着离谱，但如果你看懂了它的逻辑，你会发现这支黄金舰队的战斗力可能真的强到了一个不讲武德的地步。今天我们单纯从军事技术、战术逻辑和暴力美学的角度来一场深度分析，看看这支黄金舰队到底有多么令人窒息。要理解黄金舰队为什么强，首先得知道美国海军现在有多虚，以及为什么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过去30年，美国海军点错了不少科技术，搞出来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只有3艘，炮弹贵到连美国人都打不起，滨海战斗舰更是脆皮的像个笑话。而与此同时，亚太那边各国海军像下饺子一样疯狂造舰，万吨大驱一艘接一艘，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更是把美国航母逼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特朗普上台一看，这不行啊，我的航母不敢靠近，我的驱逐舰吨位没人家大，我的导弹射程没人家远，怎么让美国再次伟大？按照常规思路，美国应该研发下一代驱逐舰，但那个太慢了，而且还是在那套盾舰的逻辑里打转。在特朗普看来，你再怎么改进，也就是在9000吨的壳子里塞东西，塞不下的。于是，一种极其暴力的逻辑诞生了：既然我的防御会被你的饱和攻击打穿，那我就把血条加厚10倍；既然我的导弹数量不够，那我就造一艘能装几百枚导弹的船；既然火药炮射程不够，那我就上电磁炮。这就是黄金舰队的诞生背景。它不是为了对标谁，它是为了碾压谁。它要解决的是美国海军目前最大的痛点：生存能力不足和火力持续性差。咱们先来解剖一下这个计划绝对的主角，当科幻照进现实的特朗普级战列舰。根据目前披露和合理推测的信息，这艘怪物的各项指标简直就是把人类现有的工程学极限按在地上摩擦。首先就是吨位及正义，这艘船的排水量设计在35000吨到45000吨之间，这是什么概念？二战时的伊阿华级战列舰也就这水平，但那是载满了厚重装甲的旧时代产物。而在现代材料技术的加持下，4万吨意味着它拥有难以想象的内部空间。现在的伯克级驱逐舰稍微加个雷达都得算算重心稳不稳，而特朗普级呢，它可以在船体里塞进2座 AEB 核反应堆，动力澎湃到甚至可以用来给一座中型城市供电。这种体量带来的最直接的强大之处就是冗余度。你一发导弹打在9000吨的驱逐舰上，可能就重创了，但打在4万吨的战列舰上，可能也就是给损管队找点活干。它设计了多层复合装甲和凯夫拉防崩落层，甚至在关键部位复活了重点防护理念。这不仅是一艘船，这是海上的移动掩体。而且有了这么大的船体和核动力，就能承载动能武器的王者归来——电磁轨道炮。这是黄金舰队最核心的杀手锏。特朗普之所以敢叫它战列舰，不是因为它装了16英寸火炮，而是它装了电磁轨道炮。以前美国搞电磁炮搞了一半下马了，原因是电源小型化太难，还有炮管烧蚀严重。但现在在不差钱的预算支持和核动力的暴力功能下，这些问题被强制攻关了。这种电磁炮的威力有多强？它能将弹丸加速到7马赫以上，射程超过300公里。这意味着它可以在敌方大部分反舰导弹的射程边缘直接用炮弹砸你。成本上，一枚导弹几百万美元，一发金属弹丸才几万美元。最关键的是拦截难度极高，那是一坨实心的金属疙瘩，没有引信，没有电子元件，你也干扰不了，你也诱骗不了，飞过来就是一记中锤。想象一下，2艘特朗普级停在战区边缘，利用卫星数据电，每分钟向敌方舰队倾泻几十发高超音速动能弹。这画面比导弹雨更恐怖，因为它是不可阻挡的物理打击，攻强守更强。这艘船还配备了无限弹药的金钟罩、激光近防网。有了核动力，除了能推电磁炮，最重要的是能带高能激光武器。现代的军舰怕什么？怕无人机蜂群，怕亚音速巡航导弹的饱和打击。因为近防炮的子弹是有限的，海拉姆导弹也是有限的，打完怎么办？只能等死。但特朗普级计划安装300千瓦甚至500千瓦级的激光阵列，只要核反应堆不熄火，激光就可以无限发射。
面对铺天盖地的廉价自杀式无人机，它不需要消耗昂贵的防空导弹，直接像烧蚂蚁一样来多少烧多少。这种极高的消费比才是它真正的强大之处。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片垂发森林，一艘真正的武库舰。现在的驱逐舰96个垂发单元就顶天了，要防空，要反潜，要反舰，弹药分配捉襟见肘。而特朗普级预计将搭载256到320个垂发单元。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3艘伯克级驱逐舰的火力总和集中在一艘船上。它可以装填100枚标准6防空导弹，撑起一把巨大的保护伞，还可以装填50枚战斧或新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对陆地进行毁灭性打击，甚至可以装填反卫星导弹。它不需要护航，它自己就是一个舰队。如果你以为黄金舰队就是几艘大船在那傻站着，那你就太小看特朗普的智囊团了。这个计划的强大在于它的体系化，也就是黄金舰队的僚机，无人与智能的狼群。在这个计划里，与特朗普级战列舰配套的是数以百计的无人水面舰艇和新型 FFX 护卫舰。首先是幽灵舰队，美国海军现在缺人，征兵难是个大问题。那怎么办？造无人船。黄金舰队计划大量建造像海洋猎人那样的中型无人舰艇，他们没有驾驶舱，没有厕所，没有食堂，全是传感器和导弹。在实战中，这些无人船会冲在最前面，作为特朗普级的眼睛和触手，他们开启主动雷达去诱使敌方暴露火力点。一旦发现目标，数据回传给后方的战列舰，战列舰发射超远程导弹或电磁炮，由无人船进行末端引导。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恶心的战术。你想打战列舰，你得先穿过几百公里宽的无人机和无人艇防线；你想打无人艇，那是在浪费你宝贵的导弹，而且战列舰的电磁炮正等着你开火呢。其次是廉价的打手 FFX， 之前的星座级护卫舰项目因为造价飙升被特朗普痛批，新的 FFX 项目主打一个快和省，基于成熟的海岸警卫队船体，不求多先进，只求能反潜能打砸。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把战列舰从繁琐的日常巡逻和反潜任务中解放出来，让特朗普级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输出伤害。既然有了这么强的硬件，这支舰队在战场上怎么赢？咱们来推演一下战术维度的降维打击。首先，它是绝对的破坏者，它的装甲和激光防御让它敢于顶着对手的火力往前压。一旦它进入电磁炮的300公里射程，它就能对敌方的岛礁基地、雷达站、机场进行低成本、高密度的持续打击。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压迫。以前美国航母要小心翼翼地防备反舰弹道导弹，现在来了一个皮糙肉厚，还能用激光拦截导弹的铁头娃。你打它，它不一定沉；你不打它，它一直在拆你的家。其次是威慑巡航的视觉冲击力，特朗普是非常看重面子和威慑力的。现在的航母虽然大，但那是平顶船，看着不够凶。而一艘插满炮管、外形棱角分明、排水量4万吨的巨型战舰开进港口，那种视觉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外交的重量。当黄金舰队在敏感海域出现时，它本身就是一种无需翻译的语言。我在这里，我很大，我很强，你最好老实点。最后，这玩意儿甚至还能省钱，这就很反直觉了。这么贵的船怎么省钱？火力军告诉你逻辑：因为电磁炮的炮弹便宜，激光的价格也不贵。如果在红海或者亚丁湾这种地方，面对胡塞武装那种几千美元的无人机，现在的美国海军用200万美元的导弹去打，简直是亏到姥姥家了。但如果派一艘特朗普级过去，开着核反应堆，用激光滋，用电磁炮轰，那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全寿命周期来看，在大规模低强度冲突中，它反而更划算。最后，我们得聊聊这支舰队背后最深层也是最强大的逻辑——工业与政治的阳谋，也就是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黄金舰队不光是军事计划，它是特朗普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造船业现在基本废了，民用船只造不过韩国，军舰造价高得离谱，工期拖延严重。特朗普通过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向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下死命令：给我恢复产能。这4万吨的钢材必须是美国钢，上面的芯片必须是美国芯，而且是一次性下几艘大弹，逼着纽波特纽斯和巴斯钢铁厂扩建船坞、更新设备、招募工人。如果这个计划真的推行下去，那可能会强行给美国续上一口工业的血，这才是最可怕的。一支舰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舰队背后重新运转起来的庞大工业机器。一旦美国的造船机器重新像2战那样隆隆作响，那产生的战争潜力才是真正让对手夜不能寐的东西。各位朋友，你说这个黄金舰队真的完美无缺吗？肯定不是。这么大的目标，在卫星漫天飞的时代，想藏是藏不住的。如果被高超音速核导弹直接命中，就算是高达也得趴窝。而且技术风险极大，电磁炮能不能在海上稳定运行，激光在大雾天好不好使，都要打个问号。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黄金舰队展示了一种令人战栗的决心和想象力，它打破了冷战后美国海军那种精致、昂贵、脆弱的发展怪圈，回归了坚甲利炮、重剑无锋的暴力美学。
这是一种对当前海战规则的强行修改。如果你想用无人机群咬死我，那我就变成一只披着重甲的喷火龙。不过嘛，特朗普这人咱们也知道，计划是宏大的，执行是待定的。也许2年后，因为预算超支，这支黄金舰队就变成了特朗普号豪华游轮也说不定。但至少在此时此刻，看着这些参数，作为火力军，我是真的不困了。这哪里是造船啊，这分明是特朗普试图用几万吨的钢铁和核能为美国砸出一个金色的未来。至于这个未来是金碧辉煌还是金玉其外，咱们且听下回分解。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火力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保持关注，保持愤怒，也保持思考。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